这期视频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制作的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视频。在制作过程当中，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这个曾经占了半个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衰落，多元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战争、征服、崛起与低谷轮番上演。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段过往的历史都扣人心弦。接下来是全程梳理了西班牙千年的发展脉络，让你全面了解西班牙的历史。站在托莱多的城墙上，曾经是罗马军团的脚步，还是摩尔人的唤礼声？伊比利亚半岛从不缺少故事。100万年前，人类在此点燃第一堆篝火。3000年前，腓尼基商人带来字母。500年前，哥伦布从这里起航。这里曾是日不落帝国的心脏，也曾是内战撕裂的战场。推开时光之门，走进西班牙千年传奇。伊比利亚半岛的风吹过了几十万年的岁月，这里是欧洲最早迎接人类足迹的土地之一。阿塔普埃尔卡山脉深处，古老的骨骼静静沉睡。考古学家将最古老的命名为先驱人。在更晚的地层中发现了海德堡人的遗骸，他们在寒冷冰期靠着粗糙石器和集体的智慧顽强存活。阿塔普埃尔卡的古坑中堆积着几十具远古骸骨，那是人类最早的集体墓葬之一。骸骨排列经过精心设计，暗示着某种原始的仪式感。萨满巫师戴兽骨面具在火光中起舞，试图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考古发掘找到了石器制作作坊，证明那里是长期居住的聚落，不是临时的狩猎中转站。3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上了半岛，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打制工具，还带来了更复杂的抽象思维。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岩壁上，这红色颜料至今鲜艳夺目，画中有奔腾的野牛群，有清晰的人类手印轮廓，仿佛昨天才刚刚涂抹上去。野牛的眼神穿越时光，凝视着今人。岩画中还有奔跑的野马和赤鹿，先民们描绘的皆是赖以生存的动物。先民们围着火堆讲述神灵的故事，声音在洞穴中回荡不息。口耳相传的歌谣是最早的史书，每一次吟唱都是对祖先的唤醒。考古研究证实，这些岩画不是随意涂鸦，它们是某种神圣仪式的组成部分。人们祈求狩猎能够丰收，祈祷部落人丁永远兴旺。部落之间为了水源和猎物，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更多时候，他们在这片土地共生，顺应着四季流转的节奏。大西洋的波涛拍打着西岸礁石，带来咸涩的水汽和丰饶鱼群。地中海的柔风吹拂着东岸橄榄树，文明的种子正在悄悄孕育萌芽。这片土地注定要成为交汇的十字路口，连接着非洲、欧洲和日后的美洲。比利牛斯山脉虽然高大险峻，却从未真正阻断南北之间的往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远方商人的目光。青铜时代的曙光从东方缓缓升起，照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山谷。新技术带来了新的力量，也带来了新的欲望和野心。塔尔特索斯王国在南部悄然崛起，传说那里富甲天下，金银遍地。圣经中提到的他施之地，很有可能就是这片区域。黄金白银像河水一样淌过集市，吸引了远方商人的目光。腓尼基人的船队频繁在此停靠，桅杆如林，船帆遮天蔽日。他们带来了紫色染料和玻璃珠，带来了字母系统和神话传说。在加德斯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据点，取名为加迪尔，意为围墙之城。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腊人也紧随其后赶到，在东部海岸种下了城邦的种子。恩波里翁等贸易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外来文明与本土部落开始碰撞交融。
有时伴随冲突，但更多是技术与观念的交换。本地人学会了铸造青铜器具，制造出更锋利的武器，也打造出更精美的装饰品。铁器的出现取代了粗糙的石器，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强者开始支配弱者的命运，国王出现了，贵族阶层诞生了，巨大的石墙拔地而起，保护内部的财富，也隔绝外界。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和卢西塔尼亚人各自占据一方水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圈。他们性格刚烈，崇尚自由，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卢西塔尼亚首领维里亚图斯后来成为抵抗外敌的象征，他联合了多个分散的部落，形成统一的抵抗力量。他擅长突袭和伏击战术，让罗马军团大为头疼，在长达8年的抗争中屡屡获胜。这片土地的血脉深处早已流淌着不屈的意志，罗马的鹰旗在远方隐约可见，一场决定这片土地命运的较量即将展开。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从新迦太基城出发，他率领大军跨过比利牛斯山脉，脚步坚定，目标明确，直指罗马。但他必须先将西班牙控制在手，把这里变成后勤基地和兵员仓库。伊比利亚部落成了他锋利的刀刃。第2次布匿战争将西班牙卷入其中，这片土地变成了巨大的战场。萨贡托城的陷落点燃了战争导火索，这座忠于罗马的城市被夷为平地。罗马人发誓要赢回这场战争，他们的军团源源不断开赴前线。西比阿兄弟率军登陆伊比利亚半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漫长争夺。古罗马史家李维在著作中记述，那场战争之激烈，前所未见，尸横遍野，河流为之堵塞。努曼西亚城后来成了抵抗的代名词，整座小城被罗马军团团团围困，就像铁桶一样，水泄不通。城内粮草耗尽，援军彻底断绝。但守城者选择了一条令人震撼的道路，大火持续了7天7夜，只剩下一片焦黑的废墟。罗马人赢得了战场，内心却无法平静，连主帅西庇阿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征服。据说他在废墟前流下了感慨的泪水，下令保留部分遗址以表敬意。努曼西亚陷落后，大规模抵抗基本终结，但小规模骚乱仍持续了多年。西班牙正式纳入罗马版图，成为帝国的重要行省之一。罗马道路像血管一样遍布整个半岛，连接着每一座城市和军事要塞，促进了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著名的奥古斯都大道遗迹留存至今，水道桥横跨深谷，引来源源活水。塞戈维亚的那座水道桥屹立至今，全长近800米，分上下2层，那是罗马工程学的惊人实力之作。剧场和浴场在城市中心拔地而起，人们在这里享受生活，谈论哲学。梅里达的剧场至今仍可容纳数千观众，夏日的夜晚偶尔还会举办演出。拉丁语成为了半岛的官方语言，逐渐取代了各地的原有方言，最终演变成今天的西班牙语，还有加泰罗尼亚语和加利西亚语。罗马法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奠定了整个西方法律体系的根基。当地的贵族纷纷穿上托加长袍，以拥有罗马公民权为至高荣耀。塞内卡、昆体良、图拉真皇帝，这些响亮的名字全部出自西班牙，证明这片土地已经完全融入了帝国。橄榄油和葡萄酒源源不断地运往罗马，成为帝国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佳品。西班牙成了帝国最富庶的行省之一。基督教悄然传入了伊比利亚半岛，在地下墓穴中静静地生根发芽。信众数量虽少，信念却无比坚定。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基督信徒曾遭遇严厉的打压，但来自官方的压制反而让信仰传播得更广。
萨拉戈萨的圣文森特等先行者成为了早期教会的精神坐标，他们的遗物被珍藏在各地教堂之中。埃尔维拉会议制定了严格的教规，规范了信徒的日常行为准则。君士坦丁大帝的个人转变，让基督教迎来了重要的历史转机。西班牙的主教们开始在宗教会议上发声，影响力与日俱增。狄奥多西皇帝就出生在西班牙本土，他将基督教确立为了帝国的国教，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信仰版图。异教神庙被陆续拆除改建，十字架开始在山顶俯瞰众生。罗马的统治带来了长期的和平，西班牙进入了深度罗马化的黄金时代，但帝国的根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腐朽，内部的问题越积越多，外部压力与日俱增。北方的族群像洪流一样冲击着边境，西哥特人帅先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寻求新的栖息和落脚之地。罗马军团已经无力进行全面抵挡。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落下帷幕，一个漫长的时代就此宣告终结。西班牙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罗马留下的丰厚遗产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语言、法律、信仰、建筑构成了西班牙文明的厚重底色。即使在今天，你走在任何一座老城，都能触摸到2000年前罗马留下的影子。罗马之后，西哥特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定都于托莱多。他们试图延续罗马的秩序，保留罗马留下来的法律框架，但骨子里仍然是日耳曼的战士传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王位成为了激烈争夺的最高目标。国王走马灯般的上台又下台，频繁的政变层出不穷，贵族们拥兵自重，教会的势力日益膨胀，王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和挑战。托莱多举行的宗教会议一度成为了国家实际的权力中心，主教们甚至能够废立国王，直接干预国家的大政方针。犹太族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命运起起伏伏，时好时坏。在埃及卡国王统治的时期，犹太人甚至面临被迫服劳役的严重威胁，这为后来穆斯林军队进入之时，部分犹太人的合作态度埋下了伏笔。雷卡雷德国王改信了天主教，试图用统一的信仰来凝聚人心，但这并没有为王国带来长久的和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底层民众苦不堪言，赋税沉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纷纷沦为失去自由的农奴，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西哥特王国风雨飘摇之时，南方的沙漠里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迅速崛起，就像一股完全无法阻挡的洪流。倭马亚王朝的军队横扫了中东和北非，北非的博波尔人成为了他们西进的先锋。他们渴望得到新的土地和财富，骑兵机动灵活，令人生畏。71年，塔里克率领军队渡海而来，直插伊比利亚半岛的腹地。传说塔里克下令彻底销毁了所有渡海船只，以示决一胜负、不留退路的决心。战士们，身后是大海，前方是敌人。这句震撼人心的演讲被记载下来，极大地激励了全军上下的士气。瓜德莱特战役爆发，命运再次发生转折。西哥特国王罗德克里克的尸体据说被埋在乱军之中，至今无人知晓确切的埋葬位置，这成为了历史上一个永久的谜团。西哥特王国瞬间崩塌，就像沙堡被海浪无情冲垮。穆斯林军队长驱直入半岛腹地，几乎没遇到像样的坚决抵抗，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托莱多相继失守，只有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还保留着那里成了基督徒的避难和喘息之所。摩尔人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全新的文明途径，他们修建宏伟的伊斯兰礼拜场所，
宣礼塔高耸入云，召唤信徒祈祷。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以独特的红白拱门闻名于世，成为了伊斯兰建筑史上的不朽杰作。他们开凿了精密的灌溉水渠，引入了当时极为先进的灌溉系统，让原本干旱贫瘠的土地变成连片良田，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快速发展。柑橘、稻米、棉花、甘蔗遍地种植，极大地丰富了整个欧洲的餐桌。科学、哲学和医学在这里蓬勃发展，学者们夜以继日地翻译古希腊典籍，深入探索宇宙的无穷奥秘。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等思想家的著作后来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火种。科尔多瓦是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灯火通明，人口超过了50万之众，而当时的伦敦只有几万居民，巴黎也不过数万人口，悬殊对比足以让人感叹科尔多瓦的繁荣。图书馆里的藏书量令人惊叹，超过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总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求学。街道整洁，公共卫生设施完善，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曾经有一段和平共处的宝贵岁月，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擦出了耀眼夺目的文明火花。古典哲学通过阿拉伯译本重新传回欧洲，天文学、数学、医学空前繁荣，但这种包容是脆弱的，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和瓦解。北方的基督徒在深山洞穴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来运转的最佳时机。他们自称是西哥特的正统继承者，发誓要夺回失去的故土，恢复基督教世界昔日无上的荣耀。佩拉约在科瓦东家取得了一次小规模胜利，规模虽然很小，但意义却无比重大。据传，圣母玛利亚曾在此显灵相助，她点燃了希望的不灭火种，证明了摩尔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收复失地运动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科瓦东家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北方的各个基督教王国开始不断壮大，就如同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阿斯图里亚斯、莱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这些光辉的名字如同璀璨群星，在西班牙北部的天空中闪烁不停。他们互相之间时有攻伐和争斗，争夺地盘和霸权，关系错综复杂，边界线不断向南推移，村庄在战火中毁灭，又在和平中重建。西德的故事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被无情的流放，又荣耀的归来。他骑着战马，巴比耶卡冲锋陷阵，挥舞着锋利无比的宝剑提拉松。他既为基督徒作战，也为摩尔人效力。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忠诚往往不得不让位于最基本的生存。他的传奇故事被后人写成了长篇史诗，在半岛上被代代传唱不绝。1085年，阿方索六世成功收复了托莱多，这是收复失地运动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摩尔人的反应极为迅速，北非的穆拉比特人渡海前来支援，试图挽回日益颓败的南方局势。双方在萨拉卡爆发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基督徒遭遇了一次较为严重的挫败，扩张的步伐暂时陷入了停滞状态。但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1212年，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正式爆发，这是整个运动中最具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基督教联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摩尔人苦心经营多年的防线从此彻底瓦解，再也无法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击力量。1236年，科尔多瓦这座曾经辉煌无比的城市终于回到了基督徒的手中。大清真寺被改建成了基督教堂，宣礼塔变成了钟楼。1248年，塞维利亚也正式易主，黄金塔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只剩下南端小小的格拉纳达
还在纳斯瑞德王朝的手中勉强维持着。阿尔罕布拉宫正好在这个时期建成完工，精美绝伦，是伊斯兰艺术的巅峰之作。天堂在人间的铭文被刻在墙壁上，每一处的细节都透着匠人们的独具匠心。与此同时，北方的基督教王国格局也在发生巨变。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通过联姻走向联合，国家的力量因此倍增。海梅一世成功征服了巴伦西亚和马略卡岛，阿拉贡的版图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建立起了庞大的地中海商业帝国，其势力延伸至意大利和希腊。费尔南多三世被后人誉为圣徒，战功赫赫，深受百姓们的爱戴和敬仰。骑士团势力迅速崛起，富可敌国。圣地亚哥骑士团和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等，他们既是虔诚的修士，同时也是勇猛的战士，守护着漫长而危险的南部边境线。城市逐渐获得了宝贵的自治权利，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在议会中崭露头角。1469年，伊莎贝拉和费迪南正式结婚，这对夫妇后来被尊称为天主教双王。他们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大业，但宗教狂热也在同一时期不断蔓延。1478年，天主教双王建立了宗教审查机构，旨在清除境内的异见分子，维护信仰世界的纯洁和统一。特殊裁判所的阴影从此笼罩大地。1492年，格拉纳达终于彻底陷落，博阿布迪尔交出了城市那把珍贵的钥匙。据说他回头望向阿尔罕布拉宫时流下了眼泪，他的母亲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叹息：你像个女人一样哭泣，却不像男人一样保卫国家。这标志着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正式终结。同年，犹太人被勒令在改宗和驱逐之间做出选择，数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世居的家园，流散到了世界的各个遥远角落，带走了大量的财富和智慧。同年，哥伦布的船队正式扬帆出海，他原本是要去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却意外地触及了一片完全未知的大陆。西班牙的命运从此走向了全球舞台。这一年的两件大事，一个象征着旧时代的彻底结束，一个预示着新时代的璀璨黎明。一个庞大帝国即将在眼前诞生。哥伦布的船队带回了海量的黄金和无尽的想象，整个欧洲大陆为之震动。真正撼动整个欧洲格局的巨变，来自遥远的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策略。查理五世这位出生于佛兰德尔的君主，继承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庞大世袭遗产。他从祖父马克西米利安那里得到了奥地利，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那顶辉煌皇冠；从祖母玛丽那里得到了富庶的尼德兰地区；从外祖父母天主教双王那里继承了西班牙及其在美洲的广阔领土。这个帝国由不同的语言、法律和习俗拼凑而成。当他正式加冕的时候，太阳在他的帝国上空永不落下。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名副其实。然而他并非铁板一块，查理五世的一生几乎都在骑马奔波中度过，试图用个人的无上威望来维系着脆弱的统一局面。查理五世一生中所面对的挑战是困难的。在西面，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是他的宿敌，两个人为意大利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意大利战争。帕维亚战役中，查理五世俘虏了弗朗索瓦，迫使对方签署了一份极为屈辱的条约，但法国人很快便撕毁了刚签订的协议，战火再次重燃。在东面，奥斯曼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如日中天，查理不得不调动全帝国的所有资源，来全力阻挡伊斯兰势力向欧洲的西进。在德国，新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马丁·路德的响亮呼声动摇了旧秩序的根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诸侯公开挑战皇权，
查理虽然在米尔贝格战役中取得了战场胜利，却无法在宗教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被迫签署奥格斯堡合约，承认了交随国定的这一重要原则。这实际上宣告了宗教统一的破灭。疲惫不堪的查理五世在1556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退位。他将庞大复杂的帝国一分为二，把西班牙、尼德兰、意大利和美洲广袤的领地全部留给了自己亲爱的儿子菲利普二世，把神圣罗马帝国留给了弟弟斐迪南。他在尤斯特修道院度过了最后的余生。据说他晚年痴迷于不停地调试各种钟表，试图让两个钟表走出完全一致的准确时间，却始终宣告失败。他感叹道：“连钟表都无法统一，何况人心？”菲利普二世正式继位之后，将帝国的首都正式迁至马德里。这座高原中心之城成了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菲利普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事必躬亲的勤勉官僚君主。他每天必须批阅的文件堆积如山，连基层官员任命都要亲自过问。埃斯克里亚尔修道院由他亲自下令建造，这座灰白色建筑集宫殿、陵墓、修道院于一体，象征着人间权力与上天信仰的紧密结合。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西班牙达到了国力最为辉煌的雄伟顶点，但也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日后衰落的种子。1571年，由菲利普的异母弟弟唐胡安亲自指挥的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成功击败了奥斯曼海军的主力。大文豪塞万提斯也在此战中永远失去了左臂。菲利普二世一生中最大的战略误判，是针对海峡对岸的英格兰王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教分歧和愈演愈烈的海上争霸矛盾，菲利普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无敌舰队，企图一举跨海入侵并征服英国。1588年，这支看似不可战胜的庞大舰队，在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遭遇了英国灵活战舰的不断袭扰和打击，随后又被大西洋上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重创，几乎损失殆尽。这场极其沉重的挫败，不仅损失了无数精锐水手和先进战舰，更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海上无敌的神话。与此同时，帝国的内部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致命且难以挽回的缺陷。来自美洲的金银如同潮水般涌入塞维利亚，却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反而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本土工商业纷纷倒闭，西班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美洲的巨额财富流经塞维利亚，最终却流向了荷兰、英国和意大利银行家的腰包，全部被用于支付连绵不断的各种战争费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4次宣布国家破产，莫里斯科人、被迫改宗的穆斯林遭到了严苛的对待，最终在1609年被全部逐出西班牙国境，导致农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大量熟练劳动力流失。菲利普二世在孤独和病痛中黯然去世，他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外表光鲜，但内里已经千疮百孔的超级大国。菲利普三世正式继位之后，西班牙王室开启了一个宠臣治国的糟糕先例。莱尔玛公爵掌握了朝政的实权，朝廷上下充斥着奢靡享乐和贪污腐败，国库日益空虚。到了菲利普四世统治的时期，虽然国王本人极其热爱艺术，重金赞助了韦拉斯开兹等绘画大师，给后世留下了《宫娥》这样不朽的艺术杰作，但在国家政治方面却极度无能。他的宠臣奥利瓦雷斯伯爵试图强力推行统一武装的宏大计划，要求帝国境内的各地共同分担沉重的战争费用，结果却引发了加泰罗尼亚的收割者战争，还直接导致了葡萄牙的大规模独立抗争。1640年，葡萄牙趁机彻底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
布拉干萨公爵加冕为葡萄牙新国王，西班牙因此失去了极为重要的海外领地。紧接着，旷日持久的30年战争将西班牙彻底拖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之中。西班牙陆军在罗克鲁瓦战役中被法国孔代亲王击败。这支曾经令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抖的佛兰德斯军团，其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宣告破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正式签订，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的独立地位，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彻底终结，西班牙从此无奈地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十年是困苦的，近亲结婚的恶果在卡洛斯2世的身上集中爆发。这位后来被称为终魔者的末代国王，身体极其孱弱，智力也存在明显的低下，无法生育后代，甚至无法正常的独立行走。他的宫廷之中充满了各种迷信和阴谋，人们相信他被巫术所诅咒。卡洛斯2世的病逝和去世标志着哈布斯堡西班牙南四的彻底断绝。他在临终前的遗嘱中，将王位传给了法国波旁家族的安茹公爵，也就是法王路易14的亲孙子。这一出人意料的安排引发了全欧洲的极度恐慌，大家普遍担心法国和西班牙一旦合并，会彻底打破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于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正式爆发，英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组成了强大的大同盟，联手对抗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家族。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支持奥地利一方，而卡斯蒂利亚则支持波旁家族。激烈的战争在西班牙本土展开，最终虽然菲利普5世成功地保住了西班牙的王位，但西班牙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根据后来签订的乌德勒支合约，西班牙失去了在欧洲的几乎所有宝贵属地，还将战略要地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了英国，这成为了西班牙至今未愈的一道伤痕。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建立，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菲利普5世仿照法国成熟的中央集权模式，大举推行中央集权的各项政策，颁布影响深远的，彻底废除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古老特权和地方议会，在国家建立了高效统一的行省制度。到了18世纪下半叶，卡洛斯3世这位开明改革的杰出君主，将各项深层次的社会改革推向了高潮。他大刀阔斧地驱逐了权势熏天的耶稣会，大力整顿国家财政，修建了无数条道路和人工运河，极大地美化了首都马德里的城市面貌。至今马德里的许多标志性建筑，如宏伟的普拉多博物馆和优美的皇家植物园，都直接源于卡洛斯3世统治的这个辉煌时期。他极其鼓励科学研究和大众教育的发展，西班牙的整体经济有所复苏，美洲贸易重新走向了繁荣。然而，旧制度的深厚根基依然难以撼动，世袭贵族和庞大教会的各种特权极难动摇。1789年，隔海相望的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这让西班牙的整个王室变得极度惊恐和不安。卡洛斯4世和他宠信的权臣戈多伊采取了一系列摇摆不定的错误外交政策，先是加入反法同盟，后来又倒向了拿破仑。1807年，拿破仑以借道进攻葡萄牙为名义，派遣大军正式进入西班牙境内。1808年，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的巴约讷强行逼迫卡洛斯4世和费尔南多7世父子2人同时退位，无情地将自己的亲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扶上了冰冷的西班牙王位。1808年5月2日，成千上万的马德里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用简陋的刀具和随手捡起的石块，英勇地对抗装备精良的法国骑兵军团，深受人民爱戴的歌雅的名作。1808年5月3日，永恒且深刻地记录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夜晚。马德里街头的零星火星瞬间点燃了整个西班牙的愤怒怒火。
全国各地纷纷自发组成了宏达。聪明勇敢的西班牙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发明了现代游击战。游击这个全世界通用的战术名词，就正是来自古老的西班牙语单词 guerrilla， 成群结队的农民、乡村牧师、普通工匠纷纷化身为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充分利用自己无比熟悉的复杂地形，频繁地袭击法军漫长的补给运输线，让小股冒进的法军部队有去无回，损失沉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皇帝轻蔑地称之为西班牙溃疡。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多达30万法军精锐部队，极大地消耗了法兰西帝国的国力，为英布联军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展开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略条件。经过整整6年极其激烈的长期激烈交战之后，不可一世的法军最终被完全逐出了西班牙国境。这是拿破仑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战略挫败。战争进行期间，1812年，在被法军重重围困的加的斯海港城市，西班牙议会克服万难，正式通过了著名的1812年宪法。这部光辉的宪法被热情的人们昵称为拉佩帕，它明确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废除严刑酷法和宗教审查机构等重要原则，具有极其鲜明的自由主义先进色彩。这部宪法不仅影响了西班牙，还成为了后来拉美独立运动和欧洲1820年革命浪潮的蓝图。然而，随着1814年费尔南多七世的强势复辟，一切来之不易的进步努力都付诸了东流。这位被有些人称为渴望者的铁腕国王，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刚刚诞生的进步宪法，彻底恢复了绝对君主制，对自由派人士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与此同时，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局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由于遥远的欧洲宗主国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和激烈的纷争，加上先进自由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西属美洲的各殖民地纷纷爆发了全面且激烈的大规模独立抗争。伟大的玻利瓦尔在北方纵横驰骋，圣马丁在南方英勇奋战，他们率领着士气高昂的抗争大军，横扫了西班牙派往美洲的殖民军。阿亚库乔战役取得完胜之后，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多年的殖民统治基本宣告瓦解，仅仅剩下古巴、波多黎各和遥远的菲律宾。曾经显赫一时的西班牙帝国美梦彻底破碎。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在郁郁不欢中病逝。围绕王位继承的核心问题，国家再次不幸地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支持其年幼女儿伊莎贝拉顺利即位的自由派和支持其弟弟卡洛斯顽固地主张绝对君主制的保守派爆发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这场内战主要在巴斯克和纳瓦拉地区进行，充斥着宗教狂热和地域主义色彩。最终，在英国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伊莎贝拉二世正式登基。西班牙名义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框架，但国家政局依然动荡不安，军事政变竟然成为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常态手段。自由派和温和派轮流坐庄，国家在混乱中艰难前行。19世纪的下半叶，西班牙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缓慢地走向现代化，铁路开始大规模的铺设，现代化的银行业迅速兴起，但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十分迅速，而广袤的南部农村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封建庄园制中，广大农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这种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的深层撕裂，直接导致了异常激烈且尖锐的阶级矛盾。无政府主义在安达卢西亚的贫苦农民和加泰罗尼亚的广大产业工人中广泛传播，大规模的罢工和刺杀层出不穷。1873年，西班牙曾经短暂地建立了第一共和国，但由于政府内部派系林立，联邦派与统一派激烈对立。
以及外部卡洛斯战争的严重干扰，第一共和国仅维持了极为短暂的时期，便宣告彻底流产。随后，波旁王朝在复辟中重新掌权，建立了由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所谓转轨制度，通过大规模操纵各地选举来勉强维持表面上的脆弱稳定。898年是西班牙近现代民族历史上真正的至为困顿的时刻。在激烈的美西战争中，老旧不堪的西班牙舰队在遥远的大西洋马尼拉湾和加勒比海的圣地亚哥被新兴的美国海军极其轻易地完全击败。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最后的重要殖民地相继困苦丢失。这一年被后来的史学家悲痛地称为98时刻，给整个西班牙知识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心理冲击。98一代的杰出思想家们，如乌纳穆诺、奥尔特加、加瑟特等大师，开始深刻地反思一个核心问题：西班牙为什么会如此落后？他们痛心疾首地剖析国家各方面的深层弊病，强烈呼吁进行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大复兴。20世纪刚刚到来，国内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急剧激化。1909年，巴塞罗那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悲剧周，愤怒的工人和反战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政府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好几座教堂被愤怒的民众破坏，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还处决了深受爱戴的无政府主义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和广泛关切。1923年，面对在遥远的北非摩洛哥进行的殖民战争一再失败，加上国内此起彼伏的社会大动荡，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果断发动了和平的军事政变，建立了长达数年的个人强力政权。在强力统治的初期，他通过大搞各种轰轰烈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给混乱的西班牙带来了一段表面上的繁荣。但1929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迅猛到来，彻底暴露了这部军事统治机器的极端脆弱性。1930年，陷入彻底孤立的强力统治者被迫黯然下台。国王阿方索13世因为公开支持不得人心的军事统治，而彻底失去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支持。1931年，在关键的市政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全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中大获全胜，阿方索13世被迫黯然流亡海外。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却又极度分裂的危险时期。共和国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和坚决的政教分离政策。这些触动根本利益格局的激进改革措施，深深地触动了各地大地主、庞大教会和高级军队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右翼势力的极为强烈的全面反弹。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发动大规模抗争，遭到政府军的严厉处置。佛朗哥将军在此次事件中手段强硬，崭露头角。1936年2月，由左翼各党派组成的广泛人民阵线，在波谲云诡的全国大选中勉强险胜。当年的7月18日，以驻摩洛哥殖民军首领佛朗哥将军为首的军方右翼高级将领，在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摩洛哥强行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军事起事。起事的烈火迅速蔓延至西班牙本土各地，西班牙内战全面爆发。苏联和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国际纵队全力支持民选的共和国政府，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则倾尽全力大规模援助。发动起事的佛朗哥一方，德军的秃鹰军团对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平民聚集区的无差别疯狂空袭。毕加索的惊世画作《格尔尼卡》成为了永久控诉战争恶行的永恒符号。马德里保卫战进行了2年多，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战斗的痕迹。埃布罗河战役是内战中最大规模的会战，双方都投入了10几万兵力。西班牙内战
持续了整整3年，双方都犯下了严重的交战罪行。1939年4月，共和国一方的最终瓦解，佛朗哥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大力全力扶持下，建立了长达近40年的严酷个人集权统治，数十万人被迫流亡海外。1939年4月1日，佛朗哥正式宣布内战完全结束。他自封为至高无上的考迪罗，建立了长达36年的严酷个人集权统治。获胜的长枪党人对遭到失败的共和国支持者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和严厉处置，数万名支持共和国的普通平民被无情处决，更多的人被关进劳改营或强迫参加苦役劳动。任何与当局不一致的思想言论被彻底严格禁止，大量的书籍被无情审查，甚至直接被当众破坏。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被严格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地方独特的文化受到了严格且系统的限制。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西班牙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彻底孤儿，被完全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处于完全的外交孤立状态。然而，第2次世界大战的意外爆发，将脆弱的西班牙推向了另一个异常危险的十字路口。虽然弗朗哥在激烈的内战中得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大力无私援助，但在2战全面爆发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令轴心国极度失望的决定，保持名义上的非交战的中立状态。这并非出于任何高尚的道德考量，而是完全基于冷酷现实的精明利害算计。西班牙刚刚极其困苦地经历完激烈的内战，国家经济完全瘫痪，粮食严重短缺，疲惫不堪的军队根本无力再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希特勒曾经在法西边境的昂代正式会晤佛朗哥，极力劝说其正式加入轴心国阵营，并允许德军借道攻打直布罗陀。但老谋深算的佛朗哥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极力推脱，甚至开出了希特勒无法满足的巨额援助条件。尽管在官方场合始终保持着中立的假象，佛朗哥政权的实际倾向性却十分明显和坚定。1941年，他以志愿兵的名义公开派遣了著名的蓝色师团，前往苏联前线参加对苏作战，以此勉强偿还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欠下的人情，同时又巧妙地避免了直接与英美等西方盟国正式开战。1943年，该师团被正式撤回。这支师团在激烈的列宁格勒战役中表现极为凶悍，但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人员和装备代价。与此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西班牙也成为了各交战国间谍活动的温床。更有甚者，西班牙在战争中出乎意料地成为了许多犹太难民的宝贵逃生通道。尽管官方的政策摇摆不定且含糊不清，但一些勇敢的西班牙外交官，如安吉尔、桑斯、布里兹等人，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和职业代价，偷偷签发了数千份珍贵的保护护照，从纳粹的魔爪下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犹太生命。随着冷战的日益全面深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急需在欧洲寻找坚定的反共桥头堡。1953年，西班牙与美国正式签订了马德里协定，允许美国在西班牙境内建立多处重要的军事基地。作为交换，贫穷的西班牙获得了急需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宝贵的外交承认。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点，让摇摇欲坠的佛朗哥政权得以稳固，也开启了西班牙经济极其缓慢的初步复苏。50年代末，一批受过系统现代经济学严格训练的卓越技术官僚正式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大举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深层次改革，大幅度放宽了长期以来严格的对外贸易限制。西班牙迎来了被后人称为发展奇迹的快速增长期，旅游业蓬勃的全面发展，阳光海岸吸引了无数来自北欧的度假游客，沿海地区建起了高楼大厦，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汽车和电视开始进入普通家庭，
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国家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反对派力量只能在极其隐秘的地下艰难活动。各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工厂里的工人表达诉求事件频发，巴斯克分离组织开始活跃起来，制造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造成了大量的无辜人员伤亡。1973年，深受佛朗哥信任的首相卡雷罗·布兰科被埃塔的武装人员成功刺杀，这是看似牢不可破的个人强力政权内部出现的巨大且致命的裂痕。此时的佛朗哥已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难以正常处理国家大事。他早早地指定胡安·卡洛斯为合法的王储。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在孤独中去世。全国人民在电视机前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人悲伤，有人欢呼，更多人感到迷茫。一个漫长的强力时代终于正式结束了。西班牙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国家。1978年，各方力量艰难妥协通过的崭新宪法，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西班牙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民主新生，地方自治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恢复，各个历史悠久的自治区纷纷胜利建立。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加利西亚获得了高度自治权，独特的地区文化全面复兴，语言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继续快速增长。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融入了欧洲大家庭，地位显著提升，获得了大量结构基金支持。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成功举办，塞维利亚世博会也展示了现代化成就。西班牙向世界展示了崭新的面貌，自信而开放。那一年的夏天成为了西班牙现代史上的高光时刻，文化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西班牙的电影、现代音乐和前卫艺术全面走向世界。著名导演阿尔莫多瓦的电影色彩斑斓，深入探讨复杂多元的人性，获得了无数座国际大奖。新一代年轻歌手的嘹亮歌声传遍了全球，社会风气变得开放和包容，离婚正式合法化，同性婚姻也最终合法化。2005年，西班牙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先进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西班牙也坚定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女性内阁成员的比例一度居全球之首。西班牙似乎已经彻底走出了历史的阴影，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但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依然存在。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班牙，房地产巨大泡沫的突然破裂，失业率一度飙升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寻找工作机会，宝贵的人才流失现象极其严重。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集会，人们高声表达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他们不代表我们的愤怒口号响彻云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问题再次急剧升温。2017年，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举行备受争议的独立公投，中央政府迅速宣布依法接管当地政权，国家层面的政治极化现象空前严重，左右对立加剧，社会共识难以达成。近年来，国家经济逐渐走上了缓慢的复苏轨道，旅游业再次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桑切斯领导下的新兴联合政府正在试图努力平衡各方的切身利益，积极应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新局面。女性主义运动在西班牙蓬勃发展，马德里每年的3月8日妇女大游行已经成为了国家雷打不动的年度盛大纪念活动。进入2020年代，西班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考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了全球，西班牙是欧洲受病毒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承受了巨大的空前压力，好几万普通生命在疫情中不幸逝去。在最艰难的至为困顿的时刻，
西班牙整个社会展现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阳台上响起的掌声成为了团结的象征。随着有效疫苗的逐步普及，国家经济开始小心翼翼地逐步重启。2023年和2024年，西班牙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境内太阳能和风能的综合利用率位居欧洲前列。国家正坚定地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数字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在多地落地生根。2025年至2026年，西班牙的政坛依然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变数。极右翼新兴政党 Vox 的意外崛起，彻底改变了国家传统的政治版图，使得战后历届政府试图阻隔变得更加异常困难和复杂。然而，在关乎民生的社会重大议题上，西班牙依然保持着极其进步的坚定姿态。2026年的今天，西班牙政府和人民正在努力地在传统产业的转型、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合，以及地区高度自治与国家整体统一之间，寻找一个新的、脆弱但又至关重要的平衡点。尽管加泰罗尼亚的复杂问题仍然未能完全圆满解决，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对话的重要渠道始终没有断绝。2026年初，西班牙成功主办了新一轮欧盟拉美峰会，重申了其作为两大区域纽带的战略地位。面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和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西班牙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地理战略位置和多元包容的文化背景，欧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关键桥梁角色，紧密连接着欧洲、拉丁美洲和隔海相望的北非地区。针对水资源短缺和严重干旱问题，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节水计划，展现了应对气候危机的坚定决心。新一代的西班牙年轻人更加关注环保、社会公平和全球议题，他们正在用全新的方式定义这个国家的未来。以上就是西班牙千年兴衰的完整历程。纵观千年，繁华与磨难交织，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西班牙文明。喜欢本期历史内容的朋友，欢迎你点赞和订阅，后续还会带来更多的历史视频。我们下期再见。